那我们继续来看线性算子。线性算子不是也是一个线性映射吗？那怎么会刻意的弄成一个章节呢？原因是以后我们玩的那个线性映射的话，几乎都是线性算子。为什么呢？反正以后的故事会慢慢的发生下去。那现在就先来专注一下，看看这个有关于线性算子。那一般我们会定义成线性算子，怎么定义呢？就是说定义域跟对应域是同一个空间，都是向量空间 V， 有没有？我们就称作它叫做线性算子，那英文叫做 linear operator。那也就是呢，我来把它整理一遍给你看一下。T V 映射到 V。好，那我现在呢，我怎么样呢？我同一个基底 V1 V2 点点点，那到 Vn， 同个基底，那再复习一遍。我不管你是什么基底，没有，反正我现在公式都会的，很熟很熟，没有。所以你发现呢，我是怎样 T V1 B 有没有看到 T V2 B 点点点有没有 T V N B 变这样看到，我们现在都很熟了。我要照我的那个这一个矩阵表示式有没有？那因为很多的原文书就是2下就给你过去的，没有认真推给你看，所以很多同学就会死在这里，stuck 在这里。所以 A11 A21 点点点到 AN1， 那么 A12 A22 点点点到 AN2 点点点A1N 点点点 A2N， 那点点点我们看出来点点点，我们变 ANN， 不错，它变成一个方阵，所以 linear operator 的话，矩阵变成方阵。那这个我们的第 J 一个，我们第 J 一个怎么样呢？column 就是 A1J A2J 点点点ANJ， 是这样子的。那它为什么要这样独立出来？一定有它的 story。那看看我们这个我们看的题目有没有？这个说前面讲过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当然你可以慢慢往下看，就是说好，我是一个 R2 映射到 R2， 它是个 linear mapping which rotate， 注意 rotate 西塔角，我们看出来，注意rotate 西塔角 counterclockwise degree then T(x1 x2) 这个好像我前面好，那没关系，这个好像我前面并没有特别去讲这个例子那现在我们来玩一下。那这个很明显就是说我又把它拉回来了把它拉回来，这是我的 x1， 好，认真写一下，因为这个悬空写的时候常常会字会写坏掉。好，前面有个萤幕，有个萤幕正在那边写，看到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把它转一个西塔角 x 有没有看出来？那这个映射过来好，所以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说从高中开始的所谓旋转、镜射还有坐标变换，那这个3大问题但是只要弄懂我现在跟你讲的观念，管你是哪一个我的观念都是一样的一致，有没有？这个是01。那好了，要研究一个线性映射腔，就是研究怎么样它的基底的映射行为。有没有看到映射行为这样？那你发现呢？我要研究基底的映射行为，就研究谁呀？研究这个嘛 E1 的映射行为，有没有？研究这个什么？这个 E2 的映射行为。怎么变那么简单的？有没有？所以那就等于是 cosine theta， 你看这个的映射是不是会变成是什么？变这样，你们看到这个前面讲过的那个坐标变换，那它就等于什么 cosine theta 的 E1 再加上 sin theta 的 E2。那如果不熟的话，在旁边再画一个图片，你看小小的图有没有？你可以发现这个是我的怎么样？我的 E1， 那旋转的以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 T theta 的 E1。这样看起来就很容易懂，没有？很容易懂。好，一集我就把图都老是画歪歪的。好了，没关系啦，我们就往下看啦。所以这个式子就等于什么？就等于 cosine theta 再加上2分之派
所以这边的所有的东西呢，都是会在读线性代数会在你头壳打结的东西，一口气我们这一章就全部把它讲清楚。所以这个式子也很清楚的怎样，非常的清楚，就是说我把 E2 有没有旋转西塔角，那图示意图看懂就好了就变 T 西塔 E2， 有没有？所以这个就很容易懂，等于负 sin 西塔的 E1 加 cosine 西塔的 E2。所以你看 T 西塔在标准基底的之下的什么样呢？矩阵表示式矩阵表示式，你看，这个是 sin 西塔，这个负 sin 西塔，这个 cosine 西塔，那到底负号飘在哪里？左上右下 ，who care？ 我只要弄懂我整个逻辑思维的话，你只要认真推出来就好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就发现，我要来求我的公式。那求公式一般的话，公式很明显就是说已经知道了嘛，这个公式就求出来。我们看到这一个式子，这个式子等于什么呢 ？T 西塔 BB XB， 所以你就把公式带一遍。这个 sin 负号在右上角。所以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很 stupid， 一张背的到底负号躲在哪里，什么情况是旧道性，什么时候是旋转进升，那个背到昏天暗地，昏天暗地。那现在根本不用背的，弄懂以后你可以看到刷有没有，你就得出来 cosine 西塔减去 x2 sin 西塔，有没有 x1 sin 西塔再加上 x2 cosine 西塔。可是考试不是问你这个考试问你怎么样？考试问你这一个答案考试问你这个答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结论做一个结论所以考试还是做结论所以 T x1 x2 就是等于 x1 cosine 西塔减去 x2 的 sin 西塔。那 x1 的 sin 西塔再加上x2 的 cosine 西塔，可以看到那有没有看到？所以就变成很简单的，就是所有的困难的题目全部交给矩阵去处理，有没有？所以这个你们就可以就可以从上面看到这些相关的变化。我现在写的有点像狗啃但是我把它放大手写，你们就容易看得懂好，那再往下看，又来了 dual basis。dual basis 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好，我这边是我的 T， 我的 V 映射到 V， 有没有看到？那我有一个坐标系统 V1， 我有个坐标系统 V2， 这个描述它，这个去描述它，有没有换一个红色的？这个来描述它，又到底会出什么事情？所以原则上，我如果说是用 V1 描述 V1， 那再用一个怎么样 V2 描述 V2， 那这两个矩阵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注意这个都是以后你要去求那个什么这个矩阵对角线化一定要知道。所以在这边对布下太多重要的那个背景知识在这里了那因为不弄懂这边的背景知识，很多同学就是硬干硬记的那硬干硬记的话，就是后面的那个整个计算就不知道你到底你这个几何的变化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就会没有办法把它非常逻辑的把它记下来这样好，那这些数学公式我就不去证它了那我教你一个很容易记的方法，有没有？这个非常容易记的方法。那这里面很多的那个东西都是我自己用我后来悟通的一些方法写出来的那这个待会我再来把公式先写完以后，我再来跟你们做个分析出来了那再来第二个公式好，我整个把它先公式写完再来做分析。那你说为什么写的那么顺畅？当然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很熟，那第二个其实我有做小抄利用这一个录制的一个技巧做了一个小抄，有没有？可是这个小抄也是我自己亲自写的我自己亲自写那如果没有功力的话写不出这个东西出来。你看一下咯
记得我们的计算是左至右 ，no， 右至左的计算要记得很清楚。好，那这样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我的1到1的一个矩阵表示，这是2到2的矩阵表示式，有没有看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式子，所以我要来看看这个，就说好，我们就弄一刀在这里，有没有？我要来看看它的变化。所以左边这个式子很明显是2到2，2到2，记得我们是右至左的计算。好，那这个记得 ID 就是坐标变换嘛，坐标变换，所以你发现怎样呢？我要由2变换到1，要不然的话，我这一个线性映射枪的子弹装不进去。因为如果有各位同学有在玩那个照相的话，我们很喜欢买各种不同公司的照相机，有时候有点小骚包，有没有？因为你看到有个新的出来，你就会去追。发现像我的办公室，我就有 Canon， 有 Sony， 有 Panasonic 类的。那它不同的镜头你就怎么办呢？你就想用它镜头，那我还有徕卡，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买那个转接环有没有？所以你把它看成 ID。就是一个转接环，再做那个转接，所以我要把2转到1，然后再1的，就转到2，然后能够做1的什么样的计算？你们看到？那1计算之后呢？可是我的答案是要2啊，所以我再做一个转接环，再把1转回来什么样？转回来2。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数学公式就是这样的一个变换，很容易记，非常容易记。那这里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可以看到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你们看到？我要做一个转换。所以右边的话，你看等于是我要从1把它映射到1，有没有看到？所以我要把1做一个转接环，把它转到怎么样？到2。那变成2以后呢，我就利用这个就把2计算到2里面来。可是我的结果是要1，所以我就做个转接环。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公式全部都记起来了，绝对不是一个太大的难题。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学公式，这样。那在清大有一系列的考试，还包括很多学校研究所入学考试一系列考这个题目。那他这里的意思是说，好啦，假设说我有一个矩阵表示是 Tc with respect to B2 换成1、2、3负3，那怎么办？可是怎么办呢？所以呢，好，那我前面已经解完的 B1 有没有？所以我就来开始我来看看2。就看出来，我就来求2。那2很明显的公式就是这样。好，那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的习惯性反正这个公式你已经熟了，刚刚已经教你怎么记这个公式，你就已经没有问题。所以你看 ID 2到1的转接环，那再1到1，那再用一个转接环把它转回来，有没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那这个就变成 ID 2到1，那2到1很 trivial， 有没有看出来？就等于什么样？就等于 ID F1，所以这一章的话，你们看完以后的话，这是值得票价。因为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花很多时间去把这边写成这一套讲义出来，包括以前我要去考研究所，那因为在大学的时候只要混一混就好了，可是考研究所不行啊，考研究所那个时候题目太多了，你没有一个好的一个章法，你对付不了这些难题，所以它等于 trivial， 因为旧到新的话是很 trivial， 前面讲过坐标变换1、2、3负3，哇，好简单。再往下看，所以很快就可以得到，那我全部都有了。可是问题我在前面有跳太快，所以有一部分的讲义还没有补遍，但是我这样一路的讲，你们大概可以去弄懂。我要求我的环矩阵，那我刚刚有一个式子，我没有证明，在这里好像我没有证明，我没有证明，没关系。在前面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们互为怎么样？在做坐标变换的时候，那时候讲过他们互为环矩阵，有没有？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去求刚刚就是要求那个坐标变换，新到旧很简单，旧到新很麻烦。那如果是按照前面的再慢慢解的话，会很累。那考试之后怎么办？怎么办？就是说等于是 ID 这个是旧到新，就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
新到旧的环矩阵，嘿，那环矩阵怎么求？我很快推一遍给你看，嘿，那演绎说我要到达目的地是001，有没有？那我就开始来求，那这个是什么理论？可能后面我再补一部分的讲义给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那反正这个网站会持续的在一直经营，嘿，所以我就把第一列乘上一个负2往下加，那关键就是要把这个砍成是0，这变成负9，那10就变成负2，1也跟着变哦。这种英文叫做 augmented matrix， 叫增广矩阵，就像类似现在什么那个 AR augmented reality 有没有？它把它增加出来。那我要因为习惯性我们会比较干净一点，所以我就把第2列乘上一个负1/9，那就得到什么呢？1310，这先不动，那这个变成01，这个就变成2/9，负1/9。好，那我再把它怎么样？第2列乘上一个负3，加到第1列去把它杀掉，那杀不就让它1001的嘛？那这个不会动，9/，看一下我好像哪边写错了，嘿，好，没关系，这个如果有写错再来告诉我一下，看一下我哪边有写错了，嘿，好像有个地方我那个没关系，好，这个数字你们再去追好了，可能我这边会有点小 trouble， 就是说2/9往上加，负1/9往上加，所以这应该是这个是2/9不会变，这个是应该1/9才对，9/1才对，因为它不会动。那往上加的话，上面就变成是乘一个负3往上加，所以它变成1/3。那乘一个负3往上加的话，它等于1/3这样，嘿，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嘿，好，那这个因为我自己很多的题目都是，比如说收集这个考古题，我要自己重新解嘛，那还有找到很多题目都自己要重新解，所以常常有时候没有解好，嘿，好，那这个就等于是我们的 ID 2到1有没有？好像我那边有点小，给你们的讲义可能有点小问题，嘿，没关系，负的1/9，嘿，好，那如果写错再说了所以这个应该是1/9，好，那后来的答案算出来这个把它带进来嘛，带进来的答案变成这样，对不对你们到时候再 check 一遍那这种都是常考的考题，有没有？2倍的 sin 西塔 cosine 西塔再加上1/3的 sin 西塔，哇，这个叫做题目，这个确实是要花很多力量你才有办法熟悉，嘿，那我有时候解的时候也是会常常犯错。那最后的 more formula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来再看一个，假设我这样随便乱给，假设这个线性算子因为线性算子的那个就可以跑来跑去，好，我就随便乱给，我就1到2，那刚刚是1到1耶，2到2，所以沿着那这个就变成怎么样？我就看到怎么样？就2到1那因为它是怎么样？它是右是左的计算，所以是1到2，那接口接对了那在 ID， 所以公式你都可以自己制造了，我们看到，嘿，好，那再来一个有没有？所以我公式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那甚至更多的坐标系统第3个、第4个之间的变换，我们都不怕，有没有？这个是 T， 那这个是1到2，好，坐标变换，所以我要先从2转到1，那1到2，那再来怎样呢 ？ID 2转到1，哇，我们家就很熟的公式，我都全部可以自己制造，我们看出来都可以自己制造，所以原则上悟通了以后，大概很多的理论你就可以完全掌控在手上不是说纯粹代数式自己这样一直写，
那代数式后面的这整个的一个空间结构跟这个映射结构的话，你只要搞清楚哦，这个整个线性代数都是你的。嘿，好，那我们呢，这一章就先到这边。那有更多的这一个理论跟题目的话，那以后找时间呢，我们再来补强这样。好。